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3季第26集。莉拉在闺房里精心打扮，她唱道：“魔镜魔镜，我最亮，喷点香水梳梳头，变成宇宙大美人。”弗莱站在门外看见了这一幕，倾怒不已。他对班德说：“我爱死这个女人了！你觉得像她这种美女会看得上我这种长得不行、工资不多、还没5险1金的送货员吗？”班德给他出主意：“你试过霸王硬上弓，生米煮成熟饭没？”弗莱回答：“当然，我试过了很多次 ，but 目前为止我只搞大了艾米，所以我怀疑莉拉可能不孕不育，但我只想娶莉拉，却买不起足以表达我爱意的钻戒。呸，渣男！”实验室紧急开会，教授发现了一颗新彗星，莉拉申请观看。哦，这颗石头真闪。教授回答：“当然，这可是个纯钻石。”弗莱来了兴趣：“我问个私人问题，有可能把它弄成一颗颗的，放进订婚戒指里吗？”教授回答：“扯淡，宇宙里没有东西能打碎钻石，就算是上帝加上上帝也不行。但我有办法搞点它的粉末，用来抛光我的末日武器。快上船，我们出发！”开着宇宙飞船，他们很快找到了那颗钻石星。大伙儿提上吸粉器，开始收集钻石末。弗莱无心工作，他一直惦记他的钻石求婚戒。我去检查这颗星上有没有无政府组织。弗莱登上彗星时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果然有个大宝贝。Oh my god！ 我一定要把这颗钻石摘下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和莉拉结婚了。弗莱展开摘钻之战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弗莱惨败。好吧，这几局就算你赢了，但我还有一对王炸没有拿出来，终极王牌，原来是教授的末日武器。回到地球，弗莱在阳台上抱着莉拉晒太阳。他对莉拉说：“莉拉，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对你的爱。这么说吧，当一个男人真的很爱一个女人时，他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她。但至于这个东西，我暂时要保密。”莉拉说：“傻瓜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好吧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本以为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颗钻石能配得上你，但我在另一个星球上找到了这颗美丽我又买得起的钻石。话说，一个穷逼哪来的钱买钻石？捡来的当然不要钱。”莉拉惊道：“你是说那颗彗星？那时候我以为你 WC 去了。”弗莱回答：“男人可以溜去干2件事，大便里找钻石。”莉拉开心极了，等着，10秒后它会落在你的手指上。来，3、2、1，空中传来爆炸声。shit， 它竟然没有碎。莉拉，你不会知道我多爱你了。正在此刻，钻石1分为2，借着阳光的反射，竟然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。莉拉告诉弗莱：“我不需要美丽的钻石，你已经给了我最美的彩虹。不，还不够。”这时，第2瓣钻石紧跟而上，天出奇象 ，shit， 黑白画面。莉拉赞道：“哦，弗莱，你竟然创造了这奇观！呸，它只及你美丽的1/2。”突然，2瓣钻石化为漫天粉末，顿时下起了钻粉大雪，钻粉很快堆积起来。弗莱和莉拉站在钻石粉堆里，弗莱单膝下跪：“莉拉，嫁给我吧！”不过很快，钻石粉末掩埋了他们。10亿年后，奈拉珠宝上市，风靡全宇宙。游戏分星际公司上线，教授开例会：“各位玩家，在此我宣布，经过6季的努力，我差不多已经解决完所有科学谜题。”班德发问：“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杀青了？”“怎么可能？不是还有第7季？我将展示我最后一个研究成果，就是用那个彗星碎片做的。”教授，那个……没等班德说完，咔，彗星碎片 GG， 那还说个球？班德直接挂机。回来，这里是游戏世界，不是还有备份吗？好吧，班德连线上机。教授介绍装备：镜头的夸克镜格结构，可以将彗星碎片放大无数倍。来吧，大家跟我进实验室。切换场景，来，我把镜片插入显微镜，准备好，我们即将成为史上看见宇宙无穷小结构的第一组人。宇宙最根本的规律即将暴露。莉拉却开小差：“弗莱，你有什么可暴露的？”弗莱提醒：“现在是物理模式。”好，我们马上来看看一些东西。教授拿来一截木头，赫米斯问：“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是木头吗？它是我在海底的动物里找到的。”镜头放大，哦，看见没？有一只青蛙在原木凸起处，但木头是我在海底找来的。难道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奥秘？显然如此。来，再放大，看到没？在青蛙的尾巴上还有只蜗牛。我再次声明，这块木头是我在海底找到的。众人震惊。接下来，教授开始讲授一大堆资深物理学名，我就不一一为大家解释了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懂吧？大，继续放大，快了，它快出来了！哇哦，终于出来了！但就是一个小点，教授惊叫：“它怎能如此精美？真是错综复杂，巧夺天工，真像是和上帝在对视。”对，这就是宇宙的根源，包括宇宙大爆炸。艾米发来贺电：“教授，你太棒了！你竟然解出了曾难倒爱因斯坦，逼得霍金转行做卡通声优的世纪难题。对，这是个伟大的时刻，再也没有不解之谜了。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大家提前下班。”众人欢呼，可惜高兴不过3秒。教授自问：“没有未解之谜了，那我不就失业了？”教授悲伤地拿下最后一个诺贝尔奖。自此，他终日借酒消愁，郁郁寡欢。来到公司，大家正在围坐看电视。教授发问：“没有工作，你们不慌吗？”弗莱回答：“人生最高目标，活着。”教授
授叹息，果真是个废物。但做个废物好难啊，太难了。教授抱头痛哭，班德上前安慰教授别哭了，来，我给你表演吃饭睡觉打弗赖，你会不会高兴一点？不，我不会开心了，因为我真的做不来废物。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高学历，甚至没有结婚，沦为宅男。可是我发现，如今没有高数节的我，居然失去了生存目标。弗赖安慰道：“可宇宙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办法变成别的样子，这个样子，别的样子。”哦，傻子弗赖，你真是个天才！为什么只是这些定律，而不是其他定律？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。因为弗赖随口一句话，教授竟然找到了活下去的目标，大家欢呼。原来通关提示是如何让教授找到活下去的目标。通关进入武打模式，以教授为首的星际成员组成武打联盟，任务保卫地球。弗赖炸毁了彗星时，殊不知这竟然是4号外星球的崇拜之星。他们决定找摧毁之人讨个说法。弗赖为地球惹上了杀身之祸。此时联盟正集合在总部开会，教授正在试用他制造出的情绪测试器。忽然情绪仪产生大波动，教授解释宇宙深处有股巨大的怒气。届时外星人已经到达地球臭氧层外，这就是地球，就是这的人打碎了我们的钻石心，给我打！武打联盟立即开会，弗赖请战，教授不准，你还是好好活着吧。教授提议先和谈，艾米否决，请求召唤地球保卫者介入 ，but 保卫者已经殉球。教授坚持以和为贵，弗赖赞同，说不定他们也会流利的说英语呢。教授否决，我们不能冒险，我会派出我的私人宇宙翻译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来做传达和平的口述使者？经过大家一段非常不严谨的讨论，莉拉成为当选人。她自信的走到翻译机前，诚恳的说道：“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千算万算，居然没有算到外星人没有嘴巴和耳朵，传达失败，外星人开炮，沟通不成，那就开打了。几次交手下来，地球方惨败。届时外星人又出大招，直接着陆。教授见势不对，立即决定打不过还是和谈吧。艾米发现外星人貌似仅靠肢体动作交流的这一特征，于是动作翻译机加入战斗。他们决定挑一支代表和平的舞蹈，那么又该选谁呢？弗赖提议，要不喊个日本歌妓。教授训斥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开玩笑？”约翰自荐，作为武打联盟里最谦卑的我，一定能 hold 住这支舞。赫米斯笑道：“这里面除了你，其他人都合适。”于是大家派出了班德和弗赖，舞蹈开始。外星人接受信息：“嘿，狗子，我们会霸占你们的星球，霸占你们的领地，霸占你们的女人 ！shit， 开火！”紧接着炮火连天，四面硝烟。就在绝望之际，约翰说：“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”他手持尖刀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了信号台。莉拉叫道：“下来，我现在没有空欣赏你的泼妇。”约翰回答：“今天不泼妇，我只是想换个表演装。”约翰一刀刺裂铠甲，露出油亮亮的虾肉。正当他要开舞时，赫米斯嘲讽道：“别以为脱光跳个裸舞就可以了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闭嘴，你个菜鸡！”约翰发功，一招制敌。外星人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宣布退兵。于是地球又重获太平。一颗钻石心，3个故事，3种风格，3段回忆。幼年时的米老鼠黑白动画，少年时的小霸王手柄游戏机，以及少年时的青春热血动漫番。不知不觉的那些年里，我们越来越成熟，却又越来越不成熟。恋爱关系、事业规划、人际沟通，哪一道不是这成长之路的必答题？遇到过弗赖那样的爱情，执着又热忱；经历过教授那样的困惑，迷茫又颓废；经历过外星人和地球人那样的沟通，荒诞又无奈。小时候总想长大，以为只要长大了就能决定自己看动画片的时间，直到我们发现再也不能当自己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才会幡然醒悟，小时候多好，不用考虑钻戒买多大，工作该在哪里找，以及下一次的汇报该如何阐述。尽管生活如此不易，但我相信我们仍然被这世间的温暖包围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莉拉那样的爱人，点醒教授那样的贵人，还有那个对你赤诚相待的知己。毕竟生已历尽千帆难，何愁渡他不渡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